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仙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son。Jackson， 你知道吗？人的细胞其实是可以永生的。为什么有人又抽烟又喝酒，却可以活到80-90岁？可是有些人他每天都运动，吃食物也健康，却早早就患上了癌症。有些人他明明已经40多岁了，可是他整个人看起来还是很年轻，就算他走在街上也会给人家搭讪。但是有些人他只有20岁，却一副已经人到中年的老态。衰老直到死亡，确实是人类必然的结果。但为什么同样是人，却有着这么大的差异呢？从我们的老祖宗秦始皇开始，我们就一直对长生不老药有着追寻，一直到现在，人们其实都没有放弃，也一直在寻找着可以延缓衰老的方法。我们的人体也有着很多的细胞，比如说脑细胞啊、脂肪细胞啊、血液细胞等等，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繁殖还有分裂，这是细胞更新的基本程序来了。只不过我们的细胞其实都是有寿命的，虽然我们看上去没有任何的变化，但是其实我们体内的细胞已经改朝换代换了很多轮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鼎鼎大名的海弗利克极限。1965年，美国的抗衰老学家伦纳德·海弗利，伦纳德·海弗利克，对，伦纳德·海弗利克，他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，那就是我们人体里面的细胞的分裂次数其实是有限的。不同的细胞，它的分裂的那个极限也就不同。就是说，可能我们一个细胞可以分裂出2、4、6、8、10这样子，以此类推。可是人体的细胞分裂的次数其实是有一个平均数的，平均为50次，然后分裂的平均周期是2.4年。2.4年会平均分裂一次。对 ，OK， 没有错，每2.4年会平均分裂一次。那么如果我们拿50次乘以2.4，这样就是等于120，对不对？所以海弗利克就推测人类的寿命极限为120岁，这就是海弗利克极限。所以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活过120岁。对呀，大多数啦。对呀，少数是有些人。其实少数的话也很少真的很少。可能世界上的其中0.0001%。对，0.000001%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告诉大家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是那0.000001%可以活得这么的长寿。那么造成细胞死亡的罪魁祸首就叫做端粒。端粒呢，也被科学家称作为生命时钟。科学家们他们过去在寻找着导致细胞死亡的原因时，就发现了这种叫做端粒的物质。端粒呢，它其实是存在于染色体的顶端，就很像一顶高高的帽子放在染色体的上面。而且在大多数的体细胞里面，端粒的长度是有限的。长度啊？对，它的长度它是长条形的。它是这样的形状的，所以它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端粒也会自然的缩短。细胞每分裂一次，端粒就会缩短一点。所以当端粒它从这样子短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细胞就会停止分裂，并且开启衰老模式。这样就好像说我们人一生，我们从小就会长高长大，到了老年的时候就会慢慢萎缩。对，所以端粒它可能它原本是这样长，随着你的细胞分裂，再加上你的年龄在增长的时候，它就会慢慢越来越短。所以科学家已经证实，端粒变短是导致衰老的主要原因。而端粒的长短变化速度，基本上其实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。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可以是那0.000001%，他可以活得这么的长寿。但是也注定有一些人，他一出生，当你的头发开始变白，皮肤开始老化，也就意味着身体里面的其他细胞也都开始进入衰老期。这一类人呢，也会比他同年龄的人看起来更不健康。假设说今天这个人他50岁，OK， 他很不幸就是那个端粒基因天生比较短的那个人，OK， 然后跟一个跟他同年龄，可是那个就是很 lucky， 他是一个端粒比较长，然后同样也是50岁的人。你的50岁，你只可以每天病殃殃，然后就没有力这样。可是别人的50岁可以到处走来走去，这就是端粒长短的区别。既然端粒越长，人类就越长寿，
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端粒延长呢？那么延长端粒其实有一个东西叫端粒酶，那么这个端粒酶它是属于一种反转录酶，然后这个东西它可以修复端粒，并且把失去的这个端粒来修补完整，甚至可以逆转，让整个端粒变得更长，这样细胞就不用担心死亡。那这个端粒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无法自然的生产，但是在我们人体里面就有这个细胞，里面就有这一个酶。这样这个酶可以让我们长寿诶。那这个东西它存在于哪里？好，那这个酶其实就是我们的癌细胞。大约98%的癌细胞都有不断生长的端粒和端粒酶，这也是医生判定你有没有恶性肿瘤的依据。这样子，其实我们人体有癌症或没有癌症是根据这个端粒来判定的。对。癌细胞是一个永生不死，可以无时无刻复制，并且不会走向死亡的一个细胞。所以现在针对癌细胞就有一个新的方向了。那只要你消灭了这个癌细胞的端粒酶，那么这个细胞就会自然而然的走向衰亡之路。细胞永生就等于了永生。所以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类不能长寿，而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个癌症的力量，所以导致我们不能够长寿。要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承受这个癌症的力量，说不定我们可以更加长寿。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永生。是，我们就找那个永生不老的药，长生不老的长生不老的方法是药，长生不老的方法。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的话，其实实现长寿的方法还是有很多的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得大病，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示，大部分长寿的人其实他们都没有得过很严重的大病。平时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饮食，不要熬夜，也不要抽烟喝酒。在生活中，如果你压力很大，火气也很大，一直生气发脾气的人，必然你的端粒会更短。所以我们面对生活，我们就要保持一种开心正能量的去面对一切的事情。如果真的有一些很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么我们就坦然的面对。不过我也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我们的癌细胞就等于永生，那么那些上神啊那种修仙的人，是不是其实他就是一直在修炼癌细胞，因为这样就可以永生了？这样子讲又没有错哦，感觉上是不是？所以估计很多修仙长寿的神仙，其实他们都是在修炼癌细胞。